大家好，在野又来给大家爆料了。咱们今天的主题是中国航空业到底烂成啥样了？先说说那个吹得天花乱坠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吧。这玩意儿号称是国之重器，结果呢，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。最近网上可炸锅了，有乘客爆料说，他们买的国航北京飞上海的票，明明写着是空客 A320，结果上了飞机才发现换成了 C919。这下可好，不少人当场就吓出一身冷汗，纷纷要求退票改签。你说这是闹的，多少人的行程都被搅和了。正闹着呢，飞机滑出去没多远，广播里就传来飞机坏了的消息。大伙儿倒是松了口气，感觉小命算是保住了。不过你想啊，这么多人耽误行程，航空公司得赔多少钱？更别提这对 C919 的声誉打击有多大了。你说这 C919 靠不靠谱？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这种洋相了。据说美国的适航证有267项安全测试，你猜 C919 通过了多少？只有可怜巴巴的37项。欧盟的适航证更是连边都摸不着。就这水平还敢号称国际领先，简直是痴人说梦，这不是自欺欺人吗？更可笑的是 C919 的发动机还是美国通用的，现在人家看你不顺眼，直接停供了。以后这飞机能不能继续生产都是个大问题。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号称自主研发的大飞机，结果连个发动机都造不出来，还得靠人家美国的，这不是把命根子攥在人家手里吗？有网友在 C919 上拍的照片更是让人瞠目结舌。刚起飞没多久，行李架上就开始往下滴水，空姐还提前发纸巾让大家擦水用。抬头一看，头顶上水珠点点，行李架下的缝隙歪歪扭扭，活脱脱就是个汽配城的水平。这哪是什么高科技啊，简直就是个笑话。你说这飞机质量咋这么差？这不是拿乘客的生命开玩笑吗？为了推广 C919， 中国还专门成立了123航空。结果呢，这家公司成立还不到4年，就宣布要撤销了，机队并入东方航空。这不明摆着 C919 出大问题了吗？你说这得多惨，连为他专门成立的航空公司都撑不下去了。这不就是变相承认 C919 是个失败品吗？再也我可以打包票，除非中国最高领导人都坐这个当专机，否则咱老百姓还是离他越远越好。这玩意儿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跃进产物，你们懂的。说白了，就是为了面子工程，根本没考虑实际情况。这下可好，砸了大把钱不说，还把国家脸面都丢尽了。说到这儿，不得不提中国航空业的另一个大问题——国际航线。最近这方面的坏消息可是接二连三啊，简直是雪上加霜。首先是美国那边，达美航空和联合航空向交通部申请，要延长暂停飞往中国的70个航班。为啥？还不是因为市场需求太差，根本赚不到钱。你想啊，这些可都是大公司，说停就停了，可见中国市场有多不景气。数据显示，今年9月，中美航线的座位数比2019年暴跌了 72%。你说这得惨到什么地步？美国航空公司宁愿把运力投到亚洲其他国家，也不愿意飞中国。这不是明摆着中国市场不行了吗？这可是实打实的数据啊，骗不了人的。欧洲这边的情况更糟，英国航空和维珍航空都宣布停飞中国航线了。维珍甚至还关闭了在香港经营了近30年的办公室，澳大利亚航空也停飞了悉尼、上海航线。这些可都是大牌航空公司啊，说不飞就不飞了，可见中国市场有多不景气。你说这得多丢人，连人家都不愿意来做生意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些航空公司为啥都不愿意飞中国了呢？一方面是因为俄乌战争，现在飞中国的绕路成本大增；另一方面更要命的是，中国市场需求实在太差了。
疫情后，中国游客锐减，航班上座率远低于以前，连基本的盈利都成问题。这不就是典型的成本高收益低吗？换谁谁也不干啊！让人没想到的是，连东南亚的航空公司都开始停飞中国航线了，这可真是雪上加霜啊！本来以为近邻还能保住些市场，没想到连他们都撑不住了。先说说菲律宾亚航，他们今年宣布要停止马尼拉和中国之间的航班，为啥？还不是因为需求太低。菲律宾亚航的老大里卡多·伊斯拉直接说了，销售额压根就没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，尤其是飞中国的航班。你看看，人家可是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，就是因为中国市场不行了。你们猜怎么着？2019年的时候，中国航线可是占了菲律宾亚航客运量的30%呢。当时他们有7个航线飞中国，到2023年呢，只剩4个了。现在更是只剩2个，马上就要全停了。这得多惨啊！从7个到2个，再到全停，这不就是中国市场持续走低的明证吗？文莱皇家航空也跟着学，7月份就宣布暂停飞北京的直航。虽然他们说等市场好转了就恢复，但谁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啊？这话听着就是客套，谁知道还能不能恢复呢？这些航空公司不做中国生意了，那他们干啥去了？人家可精明着呢。菲律宾亚航说了，要把精力放在日本市场上。他们现在飞成田、大阪，还要开通冲绳、名古屋的航线。你看看，这不是明摆着觉得日本市场比中国好吗？人家可是用实际行动在投票啊。有意思的是，马来西亚亚航倒是逆流而上，说要增加飞中国的航班。他们从明年10月开始，每周要飞4班槟城到深圳的航线，还要开通汕头的航线。不过啊，在野我看这8成是在赌一把，想趁别人都撤退的时候占领市场，就是不知道最后会不会赔得裤衩都不剩。这种冒险行为也只能说是病急乱投医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啥东南亚航空公司也不爱做中国生意了呢？首先啊，经济大环境不好。据经济学人智库的数据，去年中国大陆出境游的人数才恢复到2019年的60%。而且啊，这60%里面有2/3都是去香港、澳门，根本就没坐飞机。你说这国际航空公司能不急吗？这不就是明摆着的市场萎缩吗？其次呢，就是国家关系的问题了。拿菲律宾来说吧，现在跟中国因为南海问题闹得不可开交，再加上菲律宾那边绑架勒索案件频发，中国游客哪还敢去啊？这不是自己把自己的市场给毁了吗？菲律宾那边还嫌不够，今年5月又宣布对中国公民实行更严格的签证管制。虽说是为了打击非法移民，但这不是给中国游客添堵吗？你说这搞的，谁还愿意去啊？相比之下，新加坡就聪明多了，人家免签政策一放，加上治安好、环境稳定，中国游客蜂拥而至。前段时间霉霉的演唱会一开，那更是火上浇油，新加坡的航班都不够用了。你看看，人家这才叫会做生意呢。说到这儿，中国自己的航空公司也不好过。据说中国民航局和发改委前段时间下了文件，除了10个大城市，其他地方政府不准再补贴国际航线了。这下可好，那些2、3线城市的国际航线怕是要全军覆没啊！你说这政策不是自己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吗？你想啊，一个2线城市有个直飞欧美的航线，那多威风啊！可现在需求不足，没有补贴哪撑得住？据说很多城市的国际航班载客率长期在5成左右，有的甚至低到26.8%。这不是在烧钱吗？这种亏本生意，谁能长期做下去啊？以前地方政府为了面子，每年可是砸大钱补贴这些航线，有的地方光是新开一条洲际航线，1年就补贴上亿。现在可好，
不让补贴了，这些航线还不得全完蛋？这不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？中国航空业这是要凉凉的节奏啊！国产大飞机成了笑话，国际航线又纷纷停飞，这让中国老百姓怎么出国玩？怎么跟国际接轨？这不是把自己给孤立了吗？说实在的，看到这种情况，再也我是真替中国人着急呀！大家觉得中国航空业还有救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，咱们下期再见。